今天呢又是一期热点分享，近几年大火的光疗仪也出问题了吗？起因是有消费者在使用完某品牌的大牌灯以后，眼睛出现了不适，把产品送到权威机构检测以后发现它的蓝光表现不合格，有可能伤害眼睛。蓝光呢一般是用来祛痘的，很多光疗仪器里边都会有红蓝光这个模式。根据国际检测标准，这款产品的祛痘模式风险等级达到了2G2，也就是中等风险。就在我剪片子当天，也就是5月31号，官方给出了新的检测报告，说明在佩戴官方赠送的护目镜的情况下，该模式是不伤眼的。之前的检测呢是基于裸眼直视光源的情况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跟蓝光相关的负面新闻了。陆德清呢之前就因为眼部安全问题召回了自家的红蓝光面罩，现在呢是已经完全停产了。那为什么只针对蓝光呢？不光是蓝光，整个光谱里边波长偏短的这个部分，其实都是有可能伤害眼睛的。主要就是指紫外线和蓝光。血盲大家都应该听过吧？它其实就是因为眼睛接触了太多的紫外线，它跟蓝光伤害的部位略有不同。紫外线往往伤害更表浅的位置，而蓝光呢则是更深入，可以作用到视网膜上。再细分一点的话，蓝光里边波长更短的，对眼睛的危害更大。这个波长的蓝光受到的关注也会更多。这次检测的品牌呢，它用的是465纳米的蓝光，其实是不在这个范围的。也就是说最终的风险不仅仅跟波长有关，也跟接收到的总能量有关。而能量呢，又跟产品的功率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同样波长的光，越亮的就越伤眼，这个也很好理解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些仪器一定会标功率。大牌灯呢，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功率大。这次事件里边的这个品牌呢，最低功率好像也能达到80多，最高呢能达到400多。光看这个数值就知道是一定不能直视的。前面所说到的它的这个中等风险 RG2， 具体来讲，直视情况下超过0.25秒就有可能产生危害。对于有些人来说呢，真的就是一眼的问题。所以大牌灯呢，一般都会附赠墨镜或者是面罩。家用面膜仪的功率肯定没有这么大，在不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，能量越低肯定是越安全。但我发现有些品牌也在出大功率的面罩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做好眼睛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。跟能量相关的，除了功率，使用时长也很重要。使用时间越长，那接收到的总能量就越高。所以使用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超过官方建议的时间。这个其实不光是为了安全，跟它的效果也有关系。光在适当情况下对皮肤有利，能量过高的情况下反而有可能有害。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有提到过。还有一个跟能量相关的就是距离。对于面罩来说不存在这个选项，是因为面罩呢一般都要紧贴皮肤，但是对于大牌灯呢，贴得太近也会造成眼部风险过高。我们现在确定的一点就是蓝光在能量比较高的情况下是会伤眼的，做好防护是必须的。那红光呢？我们现在用的面膜仪大部分都用了红光和近红外光。从波长上来讲，它们肯定没有蓝光那么伤眼，但是能量大了一样有害。某品牌面膜仪的官网里边有明确说明，他们家的经典红光面罩已经通过了眼部安全测试，在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呢，是安全的。我目前为止呢，只使用过 Current Body 这个品牌，他们家旧款的红光面罩呢是30，比刚才那个要低一点。说明书里边也提到，已经通过了眼部安全测试，在不戴护目镜的情况下是安全的。目前来看呢，30左右这个功率是比较安全的。再高一点呢，还是拿我自己使用过的举例 ，Current Body 新出的这款4合1面罩里边的红光模式是50。关于眼部安全测试呢，我在官网和说明书上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。它的这个设计上相比旧款是多了一个眼部遮挡的。我看使用说明里边有说到，要尽量确保眼罩贴合面部，不要让光线进到眼睛里。但在使用过程中，这个肯定是不能做到100%防护的，因为我们的眼睛长得都不太一样，而且这里又有骨头，所以还是有光泄露进来。我一般的做法就是闭眼，虽然闭眼不能阻挡所有的光，但是它可以阻挡大部分的光，这样接收到的能量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在一个安全范围内的。长期用下来呢，也没有感受到眼睛的不适。但更谨慎一点，我还是给厂家发了邮件，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复。
这次事件里边的大排灯呢是没有检测红光这个部分的，但鉴于它的能量这么高啊，绝对是需要防护的。如果你用的也是大排灯这类的产品的话，千万不要直视光源，使用的时候也要确保旁边没有别的人，家里的猫猫狗狗也给它清一下。如果你是打算买面膜仪这类的产品，在购买前呢也要注意一下它的功率。目前来看30左右是比较安全的，效果也有，最高不要超过100。有眼部保护的肯定要比没有的强。购买前呢也可以询问一下商家有没有通过眼部安全测试。使用的时候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闭眼。虽然有些仪器确实是通过了测试的，更谨慎一点的做法呢，就是佩戴遮光眼罩。评论区里边也有人推荐自制眼罩，我也尝试了一下，2片化妆棉之间夹一层锡箔纸给它粘到一起，这样确实也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。所以具体怎么去做这个防护啊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。总之呢，是不能忽视对于眼睛的保护。这次的测试事件呢，我不知道能引起多大的波澜，但至少能引起一部分消费者的重视。其实测试的这款大排灯，它本身在使用说明里边是有强调需要闭眼啊，或者是戴墨镜儿，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是对这个重视不够，会觉得偶尔看一眼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在之后呢，应该在使用方法上给大家加强教育。另外这些品牌呢，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下相关的安全测试。所以之后到底会怎么样，我们也拭目以待。光疗面膜仪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之前出的一期啊，非常硬核。关于安全方面的这些研究和新闻，我也会继续关注。有进展呢，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。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，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留言。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